也是渝中区相对来说，反正我住那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，虽然也有这个底商在营业，但是明显这个车跨中已经堵车了，确实牛逼啊！有一说一，好久不来九街啊，先来说说今年再去九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就是首先还是感觉啊，重庆这个九街的就是生态还是比较完善的。无论是酒吧的类型啊，有清吧、闹吧，有小酒馆、live house，还有这种 club，对吧？然后它的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，有卖饮料的，有卖烟的，有卖奶茶的，这些都在营业。就是白天在营业的一些实体，晚上也都在营业。同时必须好评一下九街地区的便利店，或者说重庆整个地区的便利店的覆盖量都非常多。在九街这块，我大概看了至少5个便利店吧，这样你想买个水很方便。那大家也知道，这个 club 里头是不让你带水的啊，这种大俱乐部。但是你有时候你出来你就想喝点水，像在工体的话，买瓶水很难，因为附近几乎就没有便利店。操，还有卖彩票的，这他妈喝醉了刮刮乐。那么第一家店我去的呢，还是上个视频，就是 Vlog 第2期里我谈到这个类似于糖果街区的这个商业楼，说是商业楼，它更像是一个夜店楼啊。第一家店类似于工体的天堂超市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氛围。我整体来看一下，基本都是学生，然后整个店呢也不商业，因为就是学生嘛，大家就是3、5好友一块来喝个酒，吃点小零食那种感觉啊，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适合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充裕的年轻朋友来这个店啊，还是可以的。那么第2家店呢，去的也是这个商业楼里面的，叫摸哈，感觉这个店的老板应该是新疆人啊，有很多新疆少数民族在这个店里，全国各地的摸哈好像都是这样的。整体放歌的风格呢，有点像以前北京五道口的 Global 啊、Propaganda 那种感觉，电子音乐、Hip Hop 音乐、流行音乐，再加上几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，让大家一个大合唱。其实这样放歌是比较考验这个 DJ 的选曲技术的啊，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气氛也非常好。同样也都是年轻的男大女大们啊，然后这个店里还可以打台球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。它还有一个外摆的区域啊，稍微安静一些，适合大家伙一块儿在外面闲聊啊。先给大家透露一下，重庆九街好久没来，摸哈游的感受应该是最好的，就是五道口的氛围很强，而且就是大家参与度比较高，有很多一块跳舞的。其他的店呢，感觉重庆店都偏商业啊，有一说一。这个大楼白天我也来过啊，白天就是跟晚上完全不一样啊，非常冷清。它上楼是滚梯，下楼是扶梯啊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设计，给年轻人制造交流的机会。九街的酒吧很多呀，所以我只是挑了几个我看的比较顺眼的进去看了看啊。同时声明一下，这只是一个非专业的测评啊，大家具体的感受可以自己去尝试。我只是通过以前我在北京5号工体，无论是放歌还是玩的经验来做出一些对比啊，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去看就好了。这儿有一个卖面的，看了一下价格，还真的是挺市民价格的啊，就是几块10块左右，非常非常的便宜。这儿有一哥们儿在乞讨啊，不得不说脑子肯定够用，挺会选地儿的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我是不会给钱的。九街这儿还有一个茶颜悦色啊，茶颜悦色还是挺好喝的，大家来重庆或者湖南那边可以去尝尝。还遇到一个销售和顾客吵架的，简单理解了一下，就是原本要找这个销售订台，结果就找了其他销售，这销售有点生气，身残志坚啊，哥们儿推着轮椅来酒吧。这个九街高屋挺有意思的，它楼下是夜店和商业体，楼上是住宅啊。我觉得这儿住挺热闹的，晚上应该睡不着觉，天天蹦迪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周边附近的底商
就基本就通宵开了，我估计就是干这个夜里这一档了。但是楼上这个，哎呀，这居民楼估计都得出租出去了啊，非常吵啊。这个晚上的环境这也是没有办法。给大家看一下重庆九街晚上出租车排队的情况，根本看不到这个车队的末尾啊！而且重庆的九街是好几条街构成这个商圈，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街，算上网约车就更多了。这个金色音像这个品牌在重庆好像挺多的，我听说过金足音像，这个俩是一个品牌。看到了一辆涂装非常可爱的小跑车，挺有意思，是一个女孩开的。九街其实外地车也不少啊，感觉在西南地区都算非常热闹的酒吧街了，人流量和东京歌舞伎町差不多。买了一瓶无糖可乐啊，一个人来的，所以就不去喝酒了，买了一瓶可乐。然后一看到罗森这儿有很多年轻人喝完酒在吃东西啊。等我逛了几家店了以后呢，已经是夜里2点钟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车流依然是非常多，就是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动不了了，就是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车给它堵死了，人流量、车流量还是相当可以的。最近也在观察，重庆是一个非常养狗友好的地方，无论是这个在街道上，还是说在这个商圈里、商城里，这个小狗都可以进来的。在北京这块是不可以的，肯定是要被赶出去。那么串场到下一个 club 呢，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商业电子音乐俱乐部啊，我来去感受一下。那么个人总结一下呢，感觉就是非常典型的商业酒吧。它的灯光还是不错的，然后音响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国内的音响基本都那么回事儿吧，感觉声场做的都不是很好。当然这是整个国内共性的问题啊，这个就不多说了。那整体感觉呢，感觉有点像当年的那个 13吧，就是 OT 隔壁的隔壁 13那个感觉，就比较商务，然后呢也不能说比较老年吧，也有年轻人，但感觉数量并不是很多啊，更多是可能来谈事儿的，喝点酒放松的。然后这个 DJ 呢也是秀了一段他的舞技啊，这他妈 DJ 现在是越来越卷了。从这家商业酒吧出来以后呢，我又在大众点评搜了一下 hip hop 这种 club， 然后给我弹出来一个叫 ZO 的这个店，然后我也去看了看，我以为很大的，但是不是那么大，它在这个商业体的2层。然后走了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的，反正楼梯也挺陡的那感觉啊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加一个什么扶手，就是安全一点啊，因为这也都是喝醉的人比较多，就万一倒下去了也挺麻烦的，我觉得。整体来说就是 PH 小厅那种感觉吧，然后音乐什么的我不评价了，毕竟咱也就是一晚上的感受。唯一吐槽一下就是他那一进门那个大台阶最好做一下标明，差点给我绊一大跟头。那么 club
大家下期再见。别的不说啊，这个重庆出租车的确开得猛，技术的确挺好的，手动挡。最牛逼的是，我这个到家了，但发现便利店、火锅店，还有这些小摊儿都在，确实牛逼啊！重庆的夜生活。